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的屁股都要分家了，谁来救救我啊？这是什么情况？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贝利亚在揍贝利亚？这也太搞笑了！小伙伴们，想知道贝老黑为什么这么惨吗？戳戳小爱心，我们的故事马上开始。泽塔那个家伙最近太嚣张了，听说他的武器藏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，不过已经被我发现了。我现在就去把他的武器给偷走，看他以后还怎么打怪兽。贝利亚来到了泽塔的武器库，却发现仓库里摆放着成千上万的复制品。他辛苦找了半天，也没发现哪个武器是真的，还把自己给累得半死。这个半吊子为什么要复制这么多武器啊？可把本大爷累死了。觉得贝利亚活该的，就给他发3个狗头嘲讽他。贝利亚偷武器的计划失败了，可是他又不甘心空着手回去。既然偷不到泽塔的武器，我就去把他的摩托车偷了，看他明天怎么去上班。于是贝利亚就来到了泽塔的车库，却发现泽塔的摩托车也全部都是复制品。贝利亚瞬间傻眼了，这个二货没事复制这么多摩托车干什么？他骑得过来吗？真是气死我了！偷摩托车的计划又失败了，贝利亚心灰意冷，决定放弃计划回家睡觉去，却发现前面有几个人在吵架，走近一看，却发现那几个家伙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。你们这几个家伙竟敢冒充本大爷，是不是想欠揍？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一堆贝利亚按在地上狂揍。我才是真的贝利亚，这些家伙是哪里来的？怎么下手这么狠啊？贝老黑今天被我整得好惨啊，他到现在都不知道那些贝利亚其实都是我变出来的。我新学的这个技能叫无限复制，你们想不想学？想学的就扣666。警报警报！贝利亚带着怪兽军团混进了奥特小镇，奥特救援队紧急集合，我要发布作战指令。所有奥特队员听命，收到可靠消息，贝利亚带着怪兽军团伪装成奥特曼的样子混进了奥特小镇，盗走了奥特之王最新研发的武器。奥特救援队立即封锁所有出口，严查所有可疑人员，千万不能让贝利亚把武器带出奥特小镇，大家赶紧行动，快快快！小奥特曼们，怪兽伪装成奥特曼的样子进入了奥特小镇。今天想要出去的，都必须经过这个怪兽检测仪检测之后才能出去。如果是怪兽变的奥特曼，立马就会现出原形。什么情况？怎么查得这么严？看来奥特曼们知道奥特之王的武器被我盗走了，那我就变成小奥特曼的样子混出去。哈哈哈，我真是太聪明了。我先来，我也来，到我了。龙虾怪现出原形了，大家快抓住它！我的天哪，这个检测仪怎么这么厉害？我要赶紧换个出口。奥特战士们，贝利亚和他的怪兽军团伪装成奥特曼的样子进入了奥特小镇，所有人想要出去必须经过怪兽检测仪的检测才能通行。好像这边的检查没那么严格，我变成火焰战士的样子肯定能溜出去。哈哈哈！什么破机器，能不能快点啊？我肚子都饿扁了，急着出去吃饭呢。原来是你这个臭达达，怪不得一脸不耐烦的样子，大家快把他抓起来！糟糕，达达也被他们抓起来了，看来这个出口很危险，我得赶紧再换一个安全的出口。奥特蛋仔们，有怪兽进入了奥特小镇，盗走了奥特之王的武器，所以今天想要出去的人，只有经过怪兽检测仪通过的人才能出去，没通过的就会现出怪兽的原形。这个出口是可爱的奥特蛋仔啊，那我变成赛博蛋仔的样子，他们肯定发现不了我。哈哈哈，我真是太机智了。鸡蛋鸭蛋荷包蛋，来不及，嘎哒嘎哒，该我了，该我了。赛罗蛋仔，怪兽检测仪出现故障了，暂时不能检测。为了防止贝利亚变成蛋仔的模样混出去，所以你不能出去。赛罗叔叔，你就让我出去吧，外面好多小朋友等着我跟他们一起玩呢。你看我这么可爱，怎么会是贝利亚变的呢？求求你了，就让我出去吧。好吧，好吧，赛罗蛋仔真是太可爱了，看你也不像怪兽变的，我就相信你了。你赶快出去玩吧。嘎哒嘎哒。
搞快点，搞快点！太好了，终于被我逃出来了。这回就是玉皇大帝来了，也别想抓住我！哈哈哈！奇怪了，奥特小镇所有人都检查过了，也没发现贝利亚这个狡猾的家伙到底躲哪里去了？赛罗师傅不好了，我去接小赛罗放学的时候，被贝利亚的怪兽军团偷袭了，小赛罗也被贝利亚抓走了。你怎么还有心情在这里玩萝卜刀啊？赶紧想办法去救小赛罗吧！太好了，小赛罗最近太顽皮了，天天回家只知道玩萝卜刀，我根本管不住他，正好让怪兽教训一下他，省得以后天天给我惹麻烦。赛罗师傅，我看小赛罗就是遗传的你吧？你多大的人了，不也是在这里玩萝卜刀吗？泽塔，你是不是皮痒了欠揍，竟敢调侃师傅？不跟你说了，格力乔晚上要吃火锅，我要骑着我的小猪出去买菜了。那可不行，快跟我一起去救小赛罗。泽塔，你个二货抱着我干嘛？快放我下来！格力乔晚上吃不着火锅，我就要挨揍了。小赛罗的处境真的太危险了，赛罗师傅，你还是快跟我去瞧瞧吧。小赛罗，今天把你抓来是让你训练一下我的怪兽军团。这些笨蛋每次都打不过你们奥特军团，真是笨死了。你帮我好好训练一下他们，提升一下他们的战斗力，把你的奥特拳法也教他们练练。要是教得好，我就放了你。没问题，那还不是小菜一碟。很好，那我就去睡午觉了。等我睡醒再来检验你的教学成果。怪兽兄弟们，你们想练习奥特拳法吗？不想。那我教你们跳舞好不好？好。嘟嘟小嘴，咕咕，大大眼睛，喳喳，沙啦啦啦，噜啦，小脸红扑扑，伸出小手，刷刷，抬起小脚，哒哒，蹦蹦跳跳，没有烦恼，宝宝好开心。小赛罗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不是让你教他们奥特拳法吗？怎么带着他们一起跳舞了？而且还跳得这么难看，你想气死我吗？不是我不教哦，是他们自己不想学，不信你自己问问他们。小赛罗好棒，多亏老爸平时教育的好啊，晚上给你加个大鸡腿。小赛罗你太牛了，泽塔叔叔把鲜花都送给你。既然他们不想学奥特拳法，那你就教教他们防御术，让他们练得皮厚一点，这样就可以在战斗的时候持久一点，不至于每次都被你们奥特军团打得落花流水了。这次要是再教不好，我就把你丢进我的动物园里喂老虎，听见了没有？收到，保证完成任务。那我先去吃晚饭了，等我吃饱回来，你要是还没训练好他们，你就完蛋了。怪兽兄弟们，今天教你们一个非常靠谱的保命技能，保证谁也发现不了你们。你们想不想学？想啊想啊。那我马上就教你们。小赛罗，你把我的怪兽军团训练到哪里去了？怎么连人都看不见了？你快看地上，到处都是你的怪兽军团。你这是教的什么防御术啊？怎么把我的怪兽军团全都埋进土里去了？就剩一个头颅在外面，人家不知道，还以为我的怪兽军团全都牺牲了呢。这样才安全嘛，全身都防御到土里去了，谁都打不着他们。小赛罗，你这个扫把星，你快给我离开这里，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。大家快帮我用狗头砸小赛罗，他比我们怪兽还坏呀！迪迦、杰德兄弟，你们两个是没吃饭吗？用点力啊！这可是我花了1个月工资买的大汉堡，今天必须给我推回家。赛罗师傅，出大事了，出大事了！小赛罗被怪兽军团抓走了，你们还有空在这里推汉堡？赶快跟我去救小赛罗吧！没事没事，小赛罗可是我赛罗的儿子，以他的聪明才智，那些怪兽肯定要倒大霉了。赶紧开上我祖传的汉堡车，去看看那些怪兽是怎么倒霉的。赛罗师傅，你这破车是不是漏电啊？我怎么一直在发抖啊？没事没事，多电几次你就习惯了。小赛罗，今天让你看看我的老鼠军团有多厉害，这些都是我最新生产的老鼠怪兽，肯定能把你们奥特军团打得落花流水。到时候我就是光之国的统治者了。哈哈哈！有这么厉害吗？我才不信！不好了，有一只大花猫要来抓老鼠了，大家快跑啊！黑暗扎基，你这老鼠军团的胆子还真的跟老鼠一样胆小啊，跑得比老鼠快多了。小赛罗太牛了，老爸晚上要奖励你1个大鸡腿。小赛罗太聪明了，泽塔叔叔要把鲜花都送给你。真是气死我了，这些破老鼠没有一个靠谱的。小赛罗，你快看，这是我昨天晚上连夜打造的香蕉军团，你连见都没见过吧？肯定会把你们奥特军团吓得瑟瑟发抖吧？哈哈哈！好霸气的香蕉军团啊，真的很厉害吗？香蕉大哥不好了，动物园的猴子全部跑出来吃香蕉了，大家快跑啊！黑暗扎基，
你这香蕉军团跑得比老鼠军团还快啊，一点战斗力也没有，真是笑死人了。我看你也别叫黑暗炸鸡了，干脆改名叫吹牛炸鸡吧，一天天的只知道吹牛。小赛罗，你太可恶了，真是气死我了。黑暗炸鸡，你下次能不能发明点靠谱的军团啊？每次都是被我轻易就解决了，真是太无聊了，回家吃饭去了。贝利亚，你被开除了，以后不要再来奥特救援队了，我不想再看到你。赛罗队长，我错了，千万不要开除我呀！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呀，和大家一起帮助别人，真的很快乐呀！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！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这个月总共30天，你已经28天没来训练了。你看看迪迦和布莱泽，人家都是风雨无阻的天天来训练，为什么你就不行？你还是赶紧走吧，这份工作不适合你，请你马上离开。走就走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这破地方我还不想待呢，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去帮助别人，我一定要好好表现，让他们刮目相看。火焰战士，你家着火了没有？我可以帮你救火。贝老黑，你想干什么？就这么想让我家着火啊？有多远给我滚多远！希卡利，你家着火了没有？我可以帮你家灭火。贝老黑，你的良心怎么这么坏？天天盼着人家家里着火，赶紧从我面前消失，不要让我再看到你。哎，为什么大家都不理解我呢？想做点好事怎么这么难？我真的是想帮助大家呀！救命啊！谁来救救我的孩子？我的学生被困在学校里了。卡米拉，怎么了？你为什么在这里哭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不知道是谁的电动车放在学校里充电，出现故障着火了。我的学生都被困在里面了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谁来救救我们？太好了，终于有机会帮助别人了。卡米拉，你别着急，我马上就进去把小奥特曼们救出来。就这样，贝利亚不顾危险冲进了火海，让我们给贝利亚加油，希望他能把小奥特曼们全部都救出来。你从来不会退缩，哪怕前方是熊熊烈火，跨过越过穿过。终于，贝利亚把所有小奥特曼们都救了出来，而他自己却因为能量耗尽而倒在了地上。贝利亚叔叔，你快醒醒啊！贝利亚叔叔，你是大英雄，千万不要离开我们呀！这时，赛罗带着奥特救援队也赶了过来。泽塔，你赶紧用消防水枪灭火，控制住火势，防止大火蔓延。我去看看贝利亚怎么样了。不好，贝利亚很虚弱，他的能量快消失了，我们得赶紧给他补充能量。奥特救援队把贝利亚围在中间，把源源不断的能量传输到贝利亚体内。经过奥特救援队的能量传输，贝利亚终于醒了过来。赛罗队长，谢谢你们救了我，对不起，我又给你们添乱了，我马上就走。贝利亚叔叔别走，谢谢你刚才冲进火海把我们救出来，你是大英雄，我们都喜欢你。贝利亚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错怪你了。你愿意重新加入奥特救援队，和我们一起帮助遇到困难的人吗？那真是太好了，我太愿意了，谢谢你们让我归队，以后我一定会更加努力的帮助大家。迪迦、奥特老王，你们两个行不行啊？我已经背着小蛋仔做了38000个俯卧撑了，你俩再不加把劲，只能接受惩罚，晚上只能去猪圈睡觉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赛罗师傅出大事了！黑暗扎基又把小赛罗抓走了。你怎么还有心情在这里背着小蛋仔做俯卧撑啊？快想想办法把小赛罗救出来吧！没事没事，我赛罗的儿子哪有那么容易被人欺负？以小赛罗的智商，10个黑暗扎基也不是他的对手。赶紧开上我祖传的牛车，去看看黑暗扎基今天是怎么倒霉的。赛罗师傅，你这牛车也太慢了吧，我推都推不动了。关键他还一直放屁，快把我臭死了！泽塔，你再忍耐一下，这头牛今天吃坏肚子了，你再多闻一闻就习惯了。小赛罗，上次你吓跑了我的大力水手军团和狗头军团，算你厉害。但是今天我又开发了新的机械饿狼军团，他们全部都是金刚打造，他们没有人类的情感，就是一个无情的战争机器。他们天不怕地不怕，肯定能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。你们这些臭奥特曼，就等着被我的机械饿狼军团消灭吧！哈哈哈！哇，这个机械饿狼军团真的好酷啊！但是他们真有那么厉害吗？我有点不信啊，让我来测试一下。饿狼大哥，你们肯定很饿吧？这里有好多大汉堡啊，你们快来吃啊！黑暗扎基，你这可真是名副其实的饿狼军团啊，一个个真的很饿呀！我的天哪，没搞错吧？你们都是机器人啊，你们不需要吃东西的呀！快住嘴，别吃了！你们真有那么饿吗？
小赛罗太牛了，老爸晚上要奖励你10朵鲜花。小赛罗太聪明了，泽塔叔叔要奖励你100朵鲜花。小赛罗，你别得意，我还有大嘴豹军团，他们可是我从 M98 星球抓来的，他们的嘴巴锋利无比，能咬破任何东西。到时候一口一个奥特曼，把你们都咬成碎片。哈哈哈！哇哦，我真的好害怕呀！这大嘴豹的大嘴真有那么厉害吗？我要测试一下，看看他们有没有你说的那么厉害。大嘴豹军团，黑暗扎鸡身上有很多好吃的，你们赶紧去吃啊！搞什么？搞什么？你们怎么能听小赛罗的指挥呀？我才是你们的老大呀！好痛啊！别咬我了！黑暗扎鸡，你这大嘴豹军团果然厉害，竟然连自己的老大也不放过，真是太牛了！小赛罗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发明出更厉害的军团来消灭你。那真是太好了，下次发明了厉害的怪兽军团，记得给我打电话哦，我肯定会帮你好好测试的。这只大嘴豹我就带回家当宠物了。再见了，倒霉扎鸡！加油加油！迪迦你还差3000个，布莱泽你还差2500个。做完之后，今天的训练任务就完成了。贝利亚，你怎么又在这里吃？你是属猪的吗？一天吃到晚，再不努力锻炼，我就把你开除了。赛罗队长，你真是在是诸葛亮啊！我真是属猪的呀！我把这个汉堡吃完，马上就开始锻炼，我一定会完成今天的锻炼任务的。哎，真是气得我脑袋疼。对了，我那个傻徒弟泽塔跑哪去了？今天怎么没来锻炼，又躲哪里偷懒去了？赛罗师傅不好了，有个天大的坏消息啊！格丽乔姐姐遇到危险了，你快看火焰战士发给我的视频！救命啊！谁来救救我们啊？我们的校车冲进水里了，正在一点点往下沉。如果没人救我们，我们就要淹死了。不好，格丽乔和小奥特曼们遇到危险了，情况10万火急。贝利亚，快别吃了，我们赶紧出发救援！快！这可怎么办？我们都不会游泳啊，想救也救不了啊。是啊，太危险了，你们一定要坚持住。奥特救援队应该就快到了。来了，奥特救援队终于赶到了，这下终于有希望了。赛罗队长，你不是一直说我没用吗？今天就给我一次表现的机会，这些人全部让我一个人去救，我一定把他们全部救上来。贝利亚纵身一跃，跳进了水里，向着小奥特曼们游去。你从来不会退缩，哪怕前方是熊熊烈火，跨过越过穿过，你永远是最后一个。每次惊心动魄，每一次被浓烟吞没，其实我知道你也比。经过贝利亚的不懈努力，终于把小奥特曼们都救了上来，现在就剩格丽乔一个人了。只要把他救上来，贝利亚就成功了。可是贝利亚经过长时间的救援，已经很累了，走路都开始摇摇晃晃了，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跳进了水里。贝利亚加油啊，你一定可以的！奥特救援队在后面给你加油打气，你一定会成功的。但是贝利亚游到一半，终于还是体力不支，晕倒在了海底。不好，贝利亚这么久都没浮出水面，肯定是出事了。泽塔，你去救格丽乔，我去救贝利亚，快！贝利亚，你没事吧？赛罗队长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完成任务，我真是太没用了。胡说什么？你已经很勇敢了，你救了那么多小奥特曼，大家都看在眼里。晚上回去我给你加餐，做你最爱吃的臭豆腐给你吃。我有紫色萝卜刀，我有粉色萝卜刀，我有蓝色萝卜刀。小赛罗，你的萝卜刀呢？我没有萝卜刀，但是我有棒棒糖，我的棒棒糖给你们吃。你们把萝卜刀借给我玩一下好吗？我们才不吃棒棒糖，妈妈说吃棒棒糖会蛀牙的。小赛罗，你没有萝卜刀就快走吧，我们才不和没有萝卜刀的人玩。不借就不借，一群小气鬼，我才不稀罕。我一个人骑自行车玩。小赛罗骑着自行车转了2圈，一个人骑自行车真没意思。我还是想玩萝卜刀，可是爸爸妈妈都去上班了，我自己也没钱买啊。我还是悄悄过去，躲在边上偷偷看小迪迦他们玩吧。于是小赛罗又朝着小伙伴们的方向跑去。
今天运气太好了，这几个小奥特曼没有大人看管，全部落单了，真是天助我也！我要把他们抓回怪兽老巢，老大肯定会奖励我大鸡腿的，想想就流口水呀！哈哈哈！救命呀！臭怪兽，快放了我们！我爸爸要是知道了，肯定饶不了你。奥特曼都出去打怪兽了，你们就是喊破喉咙，也没人会来救你们的！哈哈哈！这时，小赛罗也赶到了。咦，他们人怎么不见了？萝卜刀还在这里，不好！前面有个臭怪兽把小伙伴们抓走了，我要去救他们。小赛罗变身蝙蝠形态朝怪兽追去。臭怪兽，快放了我的小伙伴们，不然我就不客气了。小赛罗，就凭你一个人还想打败我吗？我看你是自投罗网吧，快来本大爷的怀抱吧！臭怪兽，看我的无敌奥特拳！本大王皮糙肉厚的，你就是在给我挠痒痒，真是太舒服了！哈哈哈！好累啊，这个怪兽的防御力太强了。小伙伴们，快给我增加一点能量！我要使出我的绝招了，小赛罗龙卷风！小赛罗凭借自己强大的战斗力，终于把怪兽打跑了。小赛罗，谢谢你赶回来救了我们，我们一起去玩萝卜刀吧。这时赛罗也赶了过来。小赛罗，爸爸下班回来了，你快看我给你买了什么！哇，好大的萝卜刀啊，真是太帅了！小伙伴们坐稳了，我带你们骑着萝卜刀兜风去。布莱泽、维克特利，再加把劲啊！小奥特曼们马上就要放学了，我们要抓紧时间把这个秋千安装好，等下小奥特曼们放学以后，就可以直接过来玩了。赛罗师傅出大事了！小赛罗在放学路上又被黑暗扎基抓走了。听说他又发明了很多新的怪兽军团，把小赛罗抓去当试验品了。你快停下来，别安装这个秋千了，赶紧跟我去救小赛罗吧。泽塔，你紧张什么？黑暗扎基每次都被小赛罗整得灰头土脸的，你还怕小赛罗会吃亏啊？赶紧开上我新买的小坦克，去瞧瞧黑暗扎基是怎么倒霉的。赛罗师傅，等等我，我还没上车呢。泽塔，我这小坦克只能坐一个人啊，你就辛苦点跑一跑吧，就当锻炼身体了。小赛罗，你上次吓跑了我的饿狼军团和大嘴豹军团，我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今天让你看看我新发明的米老鼠军团，他们一顿能吃500个包子，擅长钻洞。到时候钻进你们光之国的食物仓库里去，把你们奥特军团的食物全部吃光，饿死你们这些奥特曼！哈哈哈！哇，这些米老鼠好可爱啊！它们真有那么能吃吗？让我变成山猫吓一吓它们。黑暗扎基，你这米老鼠军团的胆子太小了吧？不过也怪不得他们，因为老鼠天生就怕猫。看见没有，我的小赛罗就是这么厉害。老爸晚餐给你加一个大鸡腿。小赛罗太厉害了，泽塔叔叔再给你加一根火腿肠。真是可恶，没想到这些米老鼠这么胆小，真是气死我了。不过我还有一个备用军团，就是我的木偶军团，他们薄如纸片，走路无声无息，但是打人可疼了。到时候让他们悄悄地潜伏进你们光之国，把你们这些臭奥特曼全部都拍扁。哈哈哈！看你还有什么办法对付他们？不错不错，看起来好厉害的样子。那我只能使出我的绝招了。木偶大哥不好了，这里着火了，你们再不跑就要被烧成木炭了。黑暗扎基，你发明的这些怪兽军团怎么越来越差劲，一点挑战性都没有，太没意思了。可恶的小赛罗，竟然得了便宜还卖乖，吓跑了我这么多怪兽军团，还要嘲笑我，真是气死我了。黑暗扎基，下次能不能发明一些厉害点的怪兽出来？你发明的这些怪兽都和你一样笨啊。听说我爸爸给我装了秋千，我要回家当秋千去了。再见了，倒霉扎基。我的天哪，我的动物园怎么着火了？这可怎么办？我辛辛苦苦养的小动物，这一下都要被烤熟了。谁来救救我的小动物呀？老爸，快给奥特救援队打电话呀！他们肯定会来帮我们的。不行不行，我以前揍过赛罗，他一定在生我的气，肯定不会帮我的。赛罗队长可不是那么小气的人，还是我来打电话吧。喂，是奥特救援队吗？喂，奥特救援队随时待命。小拖拉机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？什么？你家的动物园着火了？是啊，不知道是谁把动物园的垃圾桶点着了，现在整个动物园都烧起来了。我们养的梅花鹿吓得惊慌失措，旁边的几只老虎都吓成山猫了，还有几只大熊猫也被困在里面了。你们快点来救救我家的动物吧，它们太可怜了。托雷基亚的动物园发生火灾，很多动物被困在里面了，大家跟我一起出发救援。
赛罗队长，托雷基亚是大坏蛋啊！我们为什么要帮他，让他的动物园烧光才好呢？就是，我们才不去救坏蛋的动物，就让他全烧光吧。你们怎么能这样呢？就算托雷基亚是坏蛋，但是那些动物是无辜的呀，他们也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啊，怎么没有一点爱心呢？抓紧时间，赶快出发救援！我花了所有的积蓄才买了这些动物，如果没办法把它们救出来，我就要破产了。爸爸，别担心，奥特曼救援队已经在路上了，赛罗队长肯定会帮助我们的。来了来了，大家快看，奥特救援队就在前面。赛罗队长，你一定要救救我的小动物啊！它们真是太可怜了。托雷基亚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把所有的动物都救出来的，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。奥特救援队全体集合，贝利亚，你用消防水枪喷射火源，尽快让温度降下来。泽塔、迪迦、布莱泽，跟我一起冲进去，把动物救出来，抓紧时间，冲冲冲！赛罗队长带头冲进了浓烟之中，其他队员也不顾危险，勇敢地冲进了火场。奥特曼救援队，加油！你们是最棒的。似一场雨落入了我的心底，关于我的一切，你在风和日丽，你怎么狠下心把我丢在黑夜里？我发疯行万里，越过千山找寻你，你却肆意冷月。经过奥特曼救援队的奋力扑救，所有动物都安全转移了出来。致敬伟大的消防队员，他们是最可爱的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阿达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天上怎么落下来这么多陨石？难道要世界末日了吗？贝老大，听说光之国来了一位女战神，她穿着一身银色的铠甲，能召唤惊雷闪电，可以冰冻任何东西。她还说要消灭光之国所有的坏蛋。太猖狂了，还敢自称女战神？光之国只有一位战神，那就是我贝利亚战神。达达，你快把我的武器拿来，我现在就去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战神，让她见识一下我的厉害。贝老大，听说这个女战神真的很厉害，我们还是别去了吧，万一打不过她，多没面子啊！我就是你们说的女战神，我刚刚来到光之国，只要你们把爱心能量传送给我，我就会保护你们，帮助你们消灭怪兽。听说光之国有一个大坏蛋叫贝利亚，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他，你们知道他在哪吗？这个女战神看起来好厉害的样子，我可能真的打不过她，先撒个谎骗她一下。我见过你说的贝利亚，她的头上长了2个耳朵，大家都叫她贝兔子。她还说自己是光之国最厉害的，连女战神都不是她的对手。我知道她住在哪里，我可以带你去找她。那真是太好了，我现在就去消灭她，你们2个快跟上。这招调虎离山之计真是太巧妙了，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赛罗消灭了。我真是太聪明了，达达快跟上，我们马上就可以统治光之国了。格力乔，你快来看看，这个小怪兽好像受伤了，我们要不要帮帮他？女战神，你快看，蹲在地上的那个人就是贝利亚，他正在欺负小怪兽，你快去消灭他。赛罗哥哥，你快看，贝利亚怎么来了？他旁边那个人是谁啊？我怎么没见过他？原来你就是贝利亚，快放开那只小怪兽，不然我就不客气了。只要你现在乖乖投降，我就考虑留你一条活路。你是谁啊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那就别怪我翻脸无情了。你干什么？怎么把我冰冻起来了？快给我解开！他们2个已经被我的冰冻魔法封印起来了，再也干不了坏事了。以后没有人会欺负你们了。你为什么要欺负我们？你旁边那个长得黑不溜秋的家伙才是贝利亚，他才是光之国的大坏蛋。女战神，你千万别信他的话，他就是贝利亚，是光之国最坏的大坏蛋。我叫赛罗，我可是大大的好人啊！你们都把我搞晕了，到底谁才是贝利亚？屏幕前的小伙伴们，你们能告诉我谁才是贝利亚吗？小屁孩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突然想不起来自己是谁了。大家快跑啊！大坏蛋贝利亚来了，他是光之国最坏的人，再不跑就要被他抓走当奴隶了。什么情况？我有这么坏吗？怎么看见我都吓得掉头就跑啊？不可能，我长得这么帅，怎么可能是大坏蛋？一定是搞错了，我肯定是个好人。我再去找别人问问。这位穿着蓝衣服的丑八怪，请问你知道我是谁吗？
贝老黑，你开什么宇宙玩笑？你长得比我难看多了，还敢叫我丑八怪，竟然还在我面前装失忆，是不是欠我的钱不想还了？信不信我用萝卜刀把你劈成2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下一次一定把钱还你。这个丑八怪好凶啊，吓得我小心脏扑通扑通的跳。我还是再问问别人吧。贝利亚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突然失去记忆了？大家快给他砸点狗头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原来今天早上，贝利亚在无意之间发现了赛罗修炼的地方。此时赛罗正专心的修炼，完全没有发现躲在后面的贝利亚。赛兔子，你这家伙天天抢我的风头，害我都没人喜欢了，连我的怪兽小弟都看不起我了。今天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，这是我最新研制的遗忘药水，等一下你就会忘记自己是谁了。哈哈哈！贝利亚正得意忘形的时候，突然脚下一滑，掉进了水里，把自己的遗忘药水全喝了。等他爬上岸的时候，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是谁。没办法，他只能找路人一个个询问，希望有人能认识自己，帮助自己恢复记忆。这位头上长着兔子耳朵的朋友，请问你知道我是谁吗？那些小屁孩都说我是大坏蛋，他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咦，贝老黑居然失忆了，真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我正好逗他玩玩。认错了，认错了，你怎么可能是大坏蛋呢？你是我的佣人，我是你的主人啊！真的吗？那真是太好了，我终于找到我的主人了。快跟我过来，我的车就停在这边，赶紧开车送我回家，我肚子饿了，要回家吃饭。主人，你这是什么车呀？怎么还要推着才能走啊？我都推得屁股冒烟了，能不能让我休息一下呀？那可不行，我赶着回家吃饭呢，你快用力推啊！我的天哪，我怎么这么惨啊？遇到这么残暴的主人，小伙伴们，我是不是被骗了呀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不是叫你们训练吗？怎么一个个都坐在跑步机上偷懒？迪迦、泽塔、布莱泽，快给我跑起来！贝利亚，你在做什么？竟然还在跑步机上吃东西，都胖成猪了，还在这里吃！你信不信我马上就开除你？赛罗队长，我知道错了，可是我真的很饿呀，我吃完这个汉堡就再也不吃了，你千万不能开除我，我家里还有2个灭霸要养呢。哎，真是气死我了！喂，奥特救援队随时待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？什么？加油站着火了？是啊，奥特小镇的加油站着火了，出口的地方浓烟滚滚，好多人被困在楼上出不来了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谁来救救我们？奥特救援队，赶快来救救他们吧！真是太危险了。我的孩子还在里面，火焰战士，你快让开，让我进去救孩子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不行，你不能进去，里面很危险，你进去就没命了。大家千万不要冲动，奥特救援队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，他们肯定会把困在里面的人都救出来的。来了，我看见奥特救援队的车开过来了，这下终于看到希望了。赛罗队长，我的孩子被困在里面了，你快救救他们！别担心，我们奥特救援队从没有失手过，一定会把他们救出来的。贝利亚，你马上用消防水枪喷射火源，把里面的温度降下来。其他人赶紧跟我冲进去救人，我们要跟时间赛跑，快！赛罗队长第一个冲进了浓烟之中，其他奥特战士也紧随其后跟了进去。为勇敢的奥特战士加油吧！你却似一场雨，落入了我的心。关于我的一切，你在风和日丽，你怎么很小心，把我丢在黑夜里。我把风行万里，飞过千山找寻你，你却似一轮月，高挂在遥远天际。我眼里的风景。经过奥特救援队的不懈努力，所有被困的人都安全救了出来。你们真是太厉害了！致敬伟大的消防战士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老大快来，这里有一个大大的垃圾桶。太好了，正好可以把臭迪迦丢进去，还有雷欧、诺亚、希卡利，统统给我去垃圾桶里待着吧。没想到这么快就把垃圾桶装满了，还有这么多臭奥特曼，该怎么办？达达，你快点再去找几个垃圾桶过来，把这些没用的奥特曼都丢进去，我们就可以下班了。哈哈哈。老大不好了，你先别找垃圾桶了。赛罗带着他的徒弟泽塔正在赶来的路上，你快想想办法对付他们吧。什么？臭赛罗怎么发现了？他可是我的死对头，我最害怕的就是他，老是影响我干坏事。快让我的怪兽军团去消灭他们，我先去上个厕所。
泽塔，你用点力啊！我赶时间去救迪迦他们呢。你这游得慢吞吞的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达贝利亚的大本营啊？赛罗师傅，你真是躺着说话不腰疼。你那几万斤的重量我哪推得动啊？我的能量都快消耗完了，真是累死我了。有没有人给我传输点能量啊？泽塔，再加把劲，我们马上就要到了。等我收拾完贝利亚，晚上给你加鸡腿。臭赛罗，看见我身后的怪兽军团了吗？我们可都是吃臭豆腐长大的。我们天不怕地不怕，绝不会让你们伤害到贝老大一根头发。就凭你们师徒2个，今天就想救出你的奥特兄弟，也太自不量力了吧！怪兽大哥，我今天不想伤及无辜，我们做个交易吧。我昨天刚发了工资，我请你们怪兽军团吃1个月的汉堡，你们就把我的奥特兄弟全放了，行不行？汉堡可比臭豆腐好吃多了。没问题，就这么定了。臭赛罗，你可不许反悔！我现在就去把你的奥特兄弟全放了。这时，贝利亚上完厕所回来了。什么情况？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怎么把奥特曼全放了，还在这里吃上汉堡了？没想到几个汉堡就把你们收买了！你们这些叛徒，就这么经不起诱惑吗？真是气死我了！贝利亚，你的怪兽军团已经弃暗投明了，现在就剩你自己孤军奋战了，准备接受我的怒火吧。不好，臭赛罗要放大招了，我还是先跑路吧。赛罗叔叔，你一定要坚持住，我们马上就快到了，贝小黑一定会把你救回来的。发生了什么事？贝小黑为什么推着赛罗一直跑？他们这是要去哪里？原来就在刚才，赛罗和格利乔吃完晚饭正在散步，突然有一圈黑色的烟雾在向他们慢慢靠近。赛罗哥哥，我感觉好像有危险在靠近，我有点害怕，还是走快点，赶紧回家吧。我也感觉到了，乔妹妹别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何方妖怪竟敢在我面前装神弄鬼，赶紧给我出来！哈哈哈，不愧是赛罗，你的警惕性挺高啊！没想到这么快就被你发现了，快把你的光明能量交出来，否则谁也别想离开这里。你这个丑八怪，口气倒挺大，有本事就放马过来，我赛罗还没怕过谁呢？别废话，接招吧！好痛啊！没想到这个外星人这么厉害，我好像真的打不过他。没想到光之国最厉害的赛罗奥特曼也不过如此，我现在就吸光你的光明能量。外星人吸走了赛罗的光明能量，还把格利乔也抓走了。哈哈哈！我要把赛罗最爱的人抓走，让他难过一辈子。站住！你这个外星怪兽，为什么要抓走我的乔妹妹？快放开她！这时被小黑发现了赛罗，匆忙跑了过来。赛罗叔叔，你怎么受伤了？还变得全身漆黑，你的光明能量怎么都消失了？刚刚有一个外星人攻击了我，把我的光明能量全都吸光了，还把格利乔抓走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我真是没用，竟然都保护不了我最爱的人。原来是这样，赛罗叔叔，你别自责了，我现在就带你回家疗伤，我老爸一定会帮助你的。就这样，被小黑找了一辆手推车，推着赛罗往家里跑去。赛罗叔叔，你一定要坚持住，我们马上就快到了，贝小黑一定会把你救回来的。爸爸，快别睡觉了，你快救救赛罗叔叔，他被外星人攻击了，光明能量也被吸走了，外星人还把格利乔阿姨抓走了。什么？这个外星人真可恶，竟敢来光之国捣乱！我知道他在哪里。贝小黑，你在家里好好照顾赛罗叔叔，我马上去救格利乔。好的，爸，你要保护好自己啊，那个外星人很强大，你千万要小心。贝利亚找到外星人的老巢，发现格利乔被封印了起来，外星人正在吸收他的光明能量。你是谁？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是黑暗皇帝贝利亚，没有我的批准，谁也不准欺负赛罗，赶紧把格利乔放了，不然我就把你揍成外星大饼。小小贝利亚竟然如此嚣张，看招！你就这点本事吗？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，我还以为多厉害呢，让你看看本大王的厉害，看我的天罗地网拳！不好，这个黑煤球好厉害啊，我好像打不过他，还是赶紧跑路吧，等我回去多找些同伴再来收拾他。就这样，贝利亚打跑了外星人，成功救回了格利乔。格利乔，你没受伤吧？我没事，谢谢你来救我。那我们赶快回去吧，赛罗还等着我给他存储能量呢。小伙伴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蛋仔赛罗，用点力啊！怎么跟没吃饭一样？我已经教了你们好几天奥特拳法了，你看蛋仔迪迦和蛋仔泽塔打得多好，你还得继续练啊！大事不好了，赛罗师傅，有个超级大的坏消息啊！小赛罗被黑暗扎基噼里啪啦的抓走了，你怎么还有心情在这里教蛋仔练拳啊？我们快去拯救小赛罗吧！泽塔，你急什么？黑暗扎基已经被小赛罗修理过好几次了，以黑暗扎基的智商，
你觉得小赛罗会吃亏吗？抓紧时间开上我祖传的老爷车，去看看小赛罗是怎么欺负黑暗扎基的。去晚了就看不到了。赛罗师傅，你这奇葩老爷车是从哪里弄来的呀？怎么就一个座位啊？我坐在后面都快掉下去了。能让你坐在车屁股上就算不错了，还唧唧歪歪的，你胖得跟猪一样，可别把我的老爷车压坏了，不然你可赔不起。小赛罗，快看看我最新发明的战斗机军团，真是帅到爆炸呀！你看这强壮的肌肉，锋利的大嘴，一个战斗机可以打你们10个奥特曼，瞬间就把奥特曼咬成碎片。你们这些臭奥特曼就等着被我的战斗机军团毁灭吧！哈哈哈！哇，看起来确实很厉害的样子，这强壮的肌肉真的好帅呀！但是他们真的什么都不怕吗？让我变成拖雷基亚吓一吓他们。这里有好多大公鸡啊！我拖雷基亚最喜欢吃烤鸡了，让我抓几只回家去烤着吃，肯定很美味。黑暗扎基，你的战斗机军团真是胆小如鼠啊！原来再厉害的战斗机也怕变成烤鸡啊！有没有搞错？快给我回来呀！白长了一身肌肉了，早知道你们这么胆小，我昨天就把你们一锅炖了，真是气死我了！看见没有，我赛罗的儿子就是聪明。老爸晚上请你吃烤鸡。小赛罗真是太厉害了，泽塔叔叔请你吃烤鸡腿。小赛罗，你别嚣张，快看前面是什么？这些可是我的终极武器——彩虹巨人军团，他们都是我从绿巨人的基因里面提取出来的，有红巨人、黄巨人、黑巨人等等，统称彩虹巨人军团。你肯定没见过这么多颜色的巨人军团吧？我将让他们踏平你们光之国，把你们奥特曼全部砸成肉泥！哈哈哈！哇，真的好好看啊，还真是五颜六色的巨人啊，看起来真的很厉害的样子。看来我只能掏出我的终极武器了——机械战警。彩虹巨人听好了，我的激光炮已经瞄准你们了，再不跑就要把你们打成肉泥巨人了。什么情况？怎么又被小赛罗吓跑了？快给我回来！你们这些废物巨人，真是气得我冒烟啊！黑暗扎基，你能不能发明一些厉害点的怪兽军团啊？每次都让我失望，真是太没意思了。小赛罗，你太可恶了！我下次一定会发明更厉害的怪兽军团来消灭你们。那我就回家等你的好消息了，希望下次别再让我失望了。这只战斗机我带回家玩几天，再见了倒霉扎基。小赛罗，你的破狮子太菜了，慢得跟蜗牛一样，哪有我的山猫跑得快呀？今天的冠军肯定是我的。小狮子快加速啊！今天一定要超过他，我们可不能输给贝老黑啊！加油加油加油！什么情况？小赛罗的破狮子怎么突然跑这么快？真是可恶！太棒了，我们拿第1名了，贝老黑要气冒烟了。小赛罗，今天算你运气好，我的山猫吃坏肚子了，所以跑得慢，要不然你的破狮子怎么可能跑赢我的山猫？你敢不敢再跟我比一场？这次叫上你老爸臭赛罗一起，我们来一个亲子跑步比赛，我要用实力战胜你们父子俩，让你们看看我黑暗皇帝贝利亚的真正实力。这有什么不敢的？我老爸可是光之国最厉害的奥特曼，希望你输了不要哭鼻子哦。转眼到了第2天，今天是贝利亚提出的亲子跑步比赛，我来当裁判，让我们看看谁的老爸跑得最快，谁的老爸更厉害。赛罗、泽塔、贝利亚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小赛罗，你放心，老爸可是光之国跑得最快的，一定给你拿个第1名。泽塔爸爸，你一定要加油啊！我们一定要超过小赛罗，冠军肯定是我们的。你们两个在这里吹什么牛？想跑赢我贝利亚？你们还早2万年呢！小赛罗，快抓牢爸爸，我要去拿第1名了！哈哈哈！爸爸快加油啊！马上就要追上小赛罗了，第一在向我们招手了，冲啊冲啊！老爸，你怎么跑得跟蜗牛一样？我连小赛罗的屁股都看不见了，看来又要变成倒数第1了。被小黑对不起呀，老爸今天臭豆腐吃多了，吃坏肚子了，现在腿软跑不动啊。老爸，你怎么每次都出问题啊？真是气死我了！现在我宣布，今天亲子跑步比赛的第1名是赛罗奥特曼。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一定会多多努力，争取拿更多的第1名。第2名是泽塔奥特曼。谢谢大家的鲜花和掌声，我以后一定多多锻炼，争取追上赛罗师傅。最后1名是躺在地上的贝利亚和贝小黑。奥特曼欺负人啊，竟然抢走我的第1名，真是没天理啊！贝利亚，快救救我，我是赛罗啊！不可能，赛罗那么帅，怎么会变成这么难看的丑八怪？快说，你到底是何方妖怪？我真的是赛罗啊！我被石头压扁了，才变成这个样子的。什么石头这么厉害，竟然把你压成大饼了？
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赛罗怎么变成了薄薄的纸片人？原来就在刚才，赛罗和往常一样，正在专心的练功。突然，一块大石头从天而降砸了下来，赛罗来不及躲避，就被压成了纸片赛罗。这时，贝利亚刚好从这里经过，就发生了刚才的一幕。赛罗，你快告诉我，我要怎么做才能把你变回原来的样子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你还是先送我回家吧。于是，贝利亚找了一辆马车，准备把赛罗送回家。格力乔，快开门！赛罗受伤了，我把他送回来了。贝利亚，你又想干什么坏事？这是哪里来的丑八怪？根本不是我的赛罗哥哥。格力乔，我真的是赛罗啊，我被压扁了才变成这样的。开什么宇宙玩笑？你们以为我是3岁小孩吗？贝利亚，你是不是又皮痒了想欠揍？赶紧带着这个丑八怪从我家消失，别让我再看见你们。赛罗，你也看到了，不是我不帮你，是格力乔根本就不相信我。我再带你去找别人试试吧。泽塔，你师傅受伤了，你快点救救他。贝老黑，你拉来的这是什么玩意？我师傅我还不认识吗？怎么可能长得这么难看？快说，你是不是又想来祸害光之国？泽塔，他真的是你师傅啊，我真的没骗你啊，你再仔细看看吧。你们肯定有陷阱等着我，我才没那么容易上当。赶紧给我离开光之国，不然我就不客气了。哎，赛罗，你看，连你徒弟都不相信你，我还怎么帮你？我们还是再去找别人试试吧。迪迦，你的好兄弟赛罗受伤了，我把他救回来了，你快帮帮他。贝老黑，这是不是你新发明的怪兽？又想骗我上当？你以为我那么好骗吗？迪迦，我真的是赛罗啊，我被压扁了，能量都消失了，你快帮帮我啊！你以为变成赛罗的声音，我就会相信你们了吗？真是幼稚！贝利亚，快带着这个丑八怪离开我家，不然我就要放出我的终极大招了。赛罗，对不起啊，他们都不相信我会做好事，我是真心想帮你，可是现在却无能为力啊！没想到做个好人会这么难。贝利亚，别难过了，我不怪你，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，希望你别放弃，我们一定会想到办法的。这时，奥特之王突然从天而降。赛罗，对不起，今天我在奥特宫殿练功的时候，不小心把石头山劈开了，导致一块大石头掉下来，把你砸扁了。我现在就把你变回来。好你个奥特老头，原来是你干的好事，你把我害得好惨啊！快给我精神损失费！赛罗，你消消火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快别追我了，我年纪大了跑不动了。贝老黑，爬快点，爬快点！遵命，小赛罗大王，我马上加速，一定让你满意。不错不错，本大王很满意。我现在累了，你快给本大王跳支舞，让我放松一下。没问题，我可是光之国的舞王啊，绝对会让小赛罗大王看得舒服又开心。我甜甜的微笑就像吃了蜜糖，我帅气的外表美丽无人可挡。贝利亚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会乖乖听小赛罗的指挥呢？事情还要从1年前说起。那时候的小赛罗是所有小奥特曼中最笨的一个，别的小奥特曼都学会了奥特拳法，可小赛罗却怎么也学不会。别的小奥特曼都学会了各种奥特技能，可小赛罗却一点也学不会。每次贝利亚来抓小奥特曼，他都是第一个被抓走的。小赛罗，我抓住你了！哈哈哈！小赛罗，我又抓住你了！哈哈哈！小赛罗，你好菜呀，怎么又让我抓住了？没想到赛罗那么厉害，生了个儿子却这么笨！哈哈哈！小赛罗很伤心，于是就去找赛罗爸爸诉苦：爸爸，为什么你这么厉害，我却这么笨啊？别的小奥特曼都学会了奥特技能，可是我却什么都学不会，大家都不喜欢跟我玩了，而且每次被怪兽抓走的都是我肯定是光之国最笨的小孩了。小赛罗，别瞎说，你也是很聪明的。爸爸之所以没有教你奥特技能，只是想让你有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，想让你每天都开开心心的，不用天天学习这个学习那个。没想到现在却给你造成了困扰。既然这样，从今天开始，老爸就给你制定一套学习计划，让光之国最厉害的奥特曼来教你。只要你肯努力学习，以后所有怪兽都不敢欺负你了。就这样，小赛罗第一天跟光之国最厉害的格斗之王雷欧奥特曼学习奥特拳法，第二天跟光之国最厉害的光线王子艾斯奥特曼学习奥特光线，第3天跟格力乔妈妈学习奥特魔法。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，1年之后，小赛罗终于学会了所有奥特技能。小赛罗，你好厉害！我们练习了好几年才学会，没想到你才1年时间就学会了全部奥特技能。是啊，
原来小赛罗才是我们中间最聪明的，真是太棒了！我要向你学习。小赛罗太牛了，爸爸要给你一个大拇指。太好了，我终于学会了全部的奥特技能，以后再也没有怪兽敢欺负我了。贝利亚以前天天都欺负我，我现在就找他算账去。你们就等我的好消息吧。格里乔，你快看，我的大苍蝇飞行器马上就要制作完成了，是不是很帅啊？赛罗哥哥好厉害，做的真像啊，就跟真的苍蝇一样，真是太酷了！我要给你100个大拇指。赛罗师傅不好了，小赛罗一个人跑到黑暗扎基的怪兽老巢去了，说是去测试一下黑暗扎基的新怪兽军团，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你快别修你的大苍蝇了，赶紧跟我去救小赛罗要紧啊！泽塔，你个胆小鬼，小赛罗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黑暗扎基这次肯定又要被小赛罗整惨了。等我造好这只大苍蝇飞行器，我们就开着它去看看黑暗扎基是怎么倒霉的。赛罗师傅，你这大苍蝇行不行啊？怎么飞不起来啊？还不是怪你，胖得跟猪一样，我的大苍蝇都拉不动你了。赛罗师傅，你快调整好方向啊！我跑起来给你加速。小赛罗，你快来看看我新发明的超人狗军团，他们吸收了超人的强大基因，不怕火不怕电，还能日行千里，是不是很厉害？你赶紧给我测试一下，看你这回还能用什么办法吓跑他们。你的超人狗狗有这么厉害吗？我还真不太相信，让我变成狗熊吓跑他们。黑暗扎基，你的超人狗军团真是太菜了，没想到你的超人狗军团也怕狗熊啊！真是可恶，又被小赛罗打败了。没想到我的超人狗军团竟然怕狗熊，真是气死我了。泽塔，看见没有，我的小赛罗真是无所不能啊！老爸奖励你1000个小爱心。没想到小赛罗这么聪明，泽塔叔叔奖励你1万个大拇指。小赛罗，你别得意，我还有一个小蜘蛛军团。他们是我昨天在蜘蛛星球抓来的一群小蜘蛛，他们会吐蛛丝、飞檐走壁，无所不能。到时候让我的小蜘蛛进攻你们光之国，把你们奥特曼全都用蜘蛛丝绑起来，你们一个也跑不掉。哈哈哈，你敢不敢测试一下？黑暗扎基，你真是坏到家了，竟然连小孩子也抓来给你工作，真是太过分了！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小蜘蛛们，黑暗扎基说要带你们回家找爸爸妈妈，你们快骑到他身上去，他就带你们飞回家。救命啊！我要被踩扁了！小赛罗，你真可恶，竟然叫他们来踩我！我昨天吃的晚饭都被他们踩出来了，真是好惨啊！黑暗扎基，你就是自作自受，谁让你欺负小孩子的？就是要好好教训你一下。这只超人狗我就骑回家当宠物了，你就在这里慢慢被小蜘蛛折磨吧。贝利亚，你再努力也没用，你今天肯定会输的，大家肯定会支持我的。臭赛罗，那可不一定，我最近一直在做好事，支持我的人肯定比你多。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奥特小镇最近有很多怪兽出没，所以我们需要投票选出一位新队长来保护奥特小镇的安全。目前得票最高的是赛罗和贝利亚，他们2个是今天的人气王，所以今天这场终极 PK 将会从他们2个中间选出一位新队长。他们每人身上都背着4个炸弹，每获得1票就会减少1个炸弹，最后输的人就得接受炸弹爆炸的惩罚。现在大家开始投票，泽塔，你这一票要投给谁呢？我当然是投给我的赛罗师傅了，赛罗师傅加油，泽塔永远支持你。很好，赛罗的炸弹减少1个。火焰战士，你要把票投给谁？我要投给贝利亚。赛罗这家伙老是抢我风头，我早就看他不爽了，所以我要投给贝利亚。火焰老弟，还是你有眼光啊！只要我当了队长，奥特小镇的厕所都归你管，以后你就是所长了。哈哈哈！很好，贝利亚的炸弹减少1个。现在2人的票数持平，不知道下一位会把票投给谁呢？我当然支持贝利亚大王了，只要他当了新队长，我们以后就可以到处干坏事了，哈哈哈！达达，干得好，老大没有白疼你，晚上给你加鸡腿。很好，贝利亚的炸弹减少1个。现在比分2比3，龙虾怪，你要投给谁？我要投给赛罗，贝利亚大王就是个小气鬼，每次吃臭豆腐都不分给我，都是一个人吃独食，我真的受够了，所以我要支持赛罗。臭龙虾，你别忘了你的身份啊，你是怪兽啊，怎么可以叛变呢？龙虾怪，干得好，加入光明才是正确的选择。很好，赛罗的炸弹减少1个。
现在比分又持平了。小伙伴们，如果你喜欢赛罗，就传送鲜花支持他；喜欢贝利亚，就传送狗头支持他。让我们继续看看下一个会投给谁。赛罗是我的好兄弟，我们曾经无数次一起消灭怪兽，但是今天我要投给贝利亚，因为他是我老爸，在这最关键的时刻，我肯定要帮助他。赛罗，对不起了，下次我一定支持你。这才是我的好儿子嘛！老爸打下的江山，以后都是你的。很好，贝利亚的炸弹减少1个，现在比分是1比2。有请下一位投票人。我肯定投给赛罗啊，他是我们光之国的希望，我可不想让奥特小镇落入一个外人的手里，所以我要投给赛罗。迪迦兄弟，谢谢你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的。很好，赛罗的炸弹减少1个，现在还剩最后1票，马上就要选出奥特小镇的新队长了。最后一位投票人是格里乔，我们看看他到底会选谁呢？我肯定是选我的赛罗哥哥呀！赶快把贝利亚这个大坏蛋炸飞到天上去吧！不要啊！太过分了！最后一个投票的怎么是格里乔呀？我马上就要赢了呀！他们玩不起，耍赖皮呀！臭不要脸，不把我炸冒烟了！小赛罗，快开门，爸爸回来了！小黑，别叫了，是爸爸回家了。爸爸，你稍等一下，我马上就给你开门。小赛罗，别开门，他不是你爸爸，他是怪兽变的，我闻到了一股怪兽的味道。小黑，你今天好讨厌啊！为什么一直拦着我，不让我给爸爸开门啊？糟糕，我忘了小赛罗听不懂我们狗族的语言了。小赛罗，怎么这么久才开门啊？爸爸今天提早下班，带你和小小乔去游乐园玩好不好？太好了，我最喜欢去游乐园玩了。太棒了，我早就想去游乐园玩了。爸爸，我爱死你了。这可怎么办？怪兽把小赛罗和小小乔骗走了，我得想办法把他们救回来。迪迦叔叔就住在附近，我现在就去告诉他，他肯定会有办法的。迪迦叔叔不好了，小赛罗和小小乔被怪兽骗走了，你快去救救他们。这只小狗好奇怪啊，为什么一直对着我叫啊？它不会是肚子饿了吧？我回家去拿点东西给它吃吧。看来迪迦叔叔也听不懂我说的话，这下麻烦大了，我再去找找别人吧。泽塔叔叔，出大事了，小赛罗和小小乔被怪兽骗走了，你要赶紧去救他们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哪来的小狗，在这里瞎叫唤什么？快走开，不要影响我工作，不然我就不客气了。哎，泽塔叔叔也听不懂我说的话，现在该怎么办啊？看来我是没办法救小赛罗和小小乔了，真是对不起，我已经尽力了。咦，这条小黑狗在这里嘀嘀咕咕的说什么呢？快走开，别影响本大王走路。太好了，这个长得黑黑的奥特曼能听懂我说话，希望他能帮助我。你好，请问你能听懂我们狗族的语言吗？当然了，目前只有我们黑暗奥特曼才能听懂动物的语言，是不是很厉害？太厉害了，那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就在刚才，小赛罗和小小乔被假冒成赛罗的怪兽骗走了，你能不能去救救他们？什么？这些可恶的怪兽竟敢抓走小赛罗和小小乔，竟然连小孩子也不放过，真是太恶毒了。他们现在肯定还没走远，你快跟着我，我带你去救他们。此时，假冒的赛罗把姐弟俩带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。爸爸，这里这么荒凉，哪有游乐场啊？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？哈哈哈！你们两个小笨蛋，现在还没发现我是谁吗？我现在是你们的怪兽爸爸，以后就跟我一起去怪兽星球生活吧。我的外星飞船马上就要来接我了，你的爸爸妈妈永远也找不到你们了。哈哈哈！就在这关键时刻，小黑带着贝利亚赶到了。臭怪兽，快住手！向来光之国搞破坏，门都没有！你就一辈子在外太空流浪吧。小黑，谢谢你带贝利亚叔叔来救我们，我们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。小赛罗，你怎么背着一个黑黑的东西去上学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早上明明背着书包出门的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这个奇怪的东西。肯定是怪兽趁你没注意换走你的书包了。还好我带了锤子，我想办法给你敲下来。这个东西好坚硬啊，我手都敲酸了，它还是一动不动。这可怎么办？我现在好害怕呀！小赛罗别怕，泽塔叔叔来了。小泽塔，你走开，让爸爸用新学的无影脚来试一下。怎么回事？我的能量都快用完了也没踢下来啊！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泽塔叔叔，你到底行不行呀？我怎么感觉你一点也不靠谱啊？搞得我越来越害怕了。这时，赛罗骑着自行车赶了过来。泽塔，快别踢了，这是炸弹，你再踢的话，
马上就要爆炸了，我来想办法给小赛罗取下来。赛罗爸爸，快救我！我好害怕，这个炸弹不会突然就爆炸吧？小赛罗别怕，爸爸正在想办法，肯定会给你取下来的。好了，爸爸已经把炸弹取下来了，这下终于解除危险了，你们两个都可以安全的去上学了。爸爸，我怎么听见滴答滴答的声音啊？不好，是倒计时的声音，这个炸弹马上就要爆炸了，你们快走开！不好，这个炸弹的威力太大了，我的光明能量都消失了。爸爸，你怎么样了？你一定要坚持住啊！我可不能失去你啊！妈妈还在家等着我们呢。爸爸现在没能量了，我要去奥特之王的家里治疗一段时间，等我恢复能量了就会回来的。泽塔，帮我照顾好小赛罗，拜托了。爸爸，你是光之国最厉害的奥特曼，你一定会没事的。我现在就把你和怪兽战斗的视频发给大家看，小伙伴们都会给你光，帮助你恢复的。Some days you're the best thing in my life. Sometimes when I look at you, I see my so dirty, but you look so pretty, but you're not late night, never put your hands on me. Never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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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ver